嗨，大家好，我是廖。继上一次的冲绳之旅，这一次我们又来到东京。这一次6天的东京之旅，前3天我们会待在东京市区逛，然后后面2天，因为现在夏天比较热，所以我们会到长野的轻井泽来避暑。搭新干线过去也只要1个小时，非常快速。那最后一天一早，我们搭机回台，赶快跟我一起看看东京有什么好玩的吧 ！Let's go！ 这次来回搭乘长荣航空，因为买了一张超级划算的外站票，所以头尾我开里程票衔接，刚好可以体验520才来高雄的 A330-300广体客机。高雄出发终于不再只有单走道小飞机了，能躺着飞真的太棒了。虽然没有回程搭的787那么新，但经济舱也终于有了个人娱乐系统，餐点也比平常的长荣好吃。这次搭机体验整体都还不错。我们大概11点半降落，出关完到现在 Skyliner 这里大概花了1个小时。现在12点半，我们要搭车前往京城上野。Skyliner 的票先在 Klook 买好，到闸口旁边的机台扫 QR code， 选择要搭乘的班次就可以拿到票。我们一样是买 Skyliner 加72小时东京地铁的套票，一起购买，总共只要769，很划算。地铁票的部分要在地铁站找到这个机台就可以兑换。刚刚我们去饭店放完行李，现在来到日本东京的第一个景点国立新美术馆。那国立新美术馆是已故的建筑师黑川纪章他生前最后的一个美术馆作品，也是他口中的会呼吸的美术馆。那它的外观有这一片巨大的波浪玻璃墙，那它会随着阳光的变化，会呈现不同的光影效果，是许多游客来到六本木一定要来拍的景点。那走进来国立新美术馆，挑高的中庭就可以看到2座很像漂浮在空中的圆锥体。那它其实是一间餐厅跟一间咖啡厅，那在上面用餐就有一种漂浮在森林之上的感觉，超酷的。那国立新美术馆它跟一般美术馆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永久的收藏品，它是专门举办给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展，所以你每一次过来逛这一间美术馆，都可以逛到不同的内容。那整间美术馆的采光都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来没有特别要看什么展览，单纯来看这个漂亮又舒服的空间。像它的馆内就有很多这种座位区，大家都可以坐在这边休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正中午很热啊，或者是有下雨的时候，可以当一个室内景点。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国立新美术馆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享受一下这种幽静的氛围。逛完美术馆，我们一直沿着大公园走，来到这一间百货公司。因为按照惯例，出国都一定要帮我们家的 Domo 买一点小礼物。这间店叫做 Green Dog and Cat， 那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他们有人在帮宠物修剪毛发。这边有好多娃娃哦，我有点想要买这个鲔鱼寿司给它，好可爱哦。这个炸虾超酷的，就是可以这样拉扯的哎，刚好我们家 Domo 没吃过炸虾。益智游戏很不错哎，把饲料塞在中间，然后它狗狗要拔出来之后才能吃得到。哎，真的哇，这个很需要动脑。现在晚餐时间，回来银座来吃上一次我们来东京超级喜欢的梅丘美登利寿司。上一次呢吃到真的是觉得 CP 值太高了，这一次来特地要来2访。我们目前点了8000多块，上一次因为有吃过季了，所以呢这一次我们选择吃另外一个时令主厨精选寿司，它还有含迷你蟹味噌沙拉、奶冻跟甜点，然后还有额外加一些东西。刚刚吃完梅丘美登利寿司了，真的超好吃，非常满足，大约有8.5分饱。而且我们来日本那么多次，但真正2访的店其实非常少。那这一间我真的觉得 CP 值太高，像它的那个黑鲔鱼大腹，真的是油花密布，吃进去入口即化，超级好吃。然后这次点的主厨夏季套餐也算是蛮有特色的，因为我第一次吃到整只的新鳗上面加了2片芒果干，所以吃起来就更加爽口。然后白干也是柚子胡椒风味的，所以就算是都蛮特别的体验。不过整体我其实更喜欢上次我吃的那个季的定食，因为有我最爱吃的鲑鱼，然后鲔鱼也多了1罐。但不过整体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今
今天呢，我们点了这么多，还包含那个超大的茶碗蒸，一个人大概800多块钱，其实算是很划算。我推荐所有有来东京的人来银座要吃这间梅丘美登利寿司。我们现在逛 Loft， 看到我们家的这一台果汁机，超好用的，9000日币，真的超划算，某某一台要卖38.0台币哦。最近蛮红的 Owala 水壶 ，Stanley 水壶也有很多，小的3000日元，而且我发现这边有许多可以放筷子，然后很可爱的小东西，章鱼的筷子这样子放，烤团子这样放着，还有富士山的。最近我们迷上刷抹茶，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这里刚好就有很多刷抹茶的容器，那这边也有整套的，也有各式各样的抹茶粉，但是没有我们喜欢喝的小3元。日本第一天晚上惯例行程，来 GU 跟 Uniqlo 采购接下来几天的衣服。这次一样是身上穿一套，行李带一套，其他现场买。今天我们住的饭店是这一间秋叶原华盛顿饭店，它的地理位置超方便的，走过来到日比谷线只要2分钟，然后旁边也可以搭 JR 的3手线，所以地理位置算是很不错。给大家 run tour 一下室内的一个双人床，房间的空间没有特别大，采光的话一个小小的窗户，看出去是铁路，床尾的部分有2个小椅子。一台一般大小的电视，那厕所的部分空间还算不错，但最让我惊艳的是，吹风机居然是 Dyson 的，这一碗也没有多少钱，居然配 Dyson 吹风机。宵夜的部分买了 Lawson 的炸鸡，原味的还是最好吃的。我们这次新看到的这个胡椒口味觉得偏呛，然后这是明天的2个早餐三明治。然后明治牛奶是之前我们早上都会配的，那这次还有发现多了一个鲜奶茶的口味，刚喝了一点，觉得还蛮好喝的。大家如果有来看到这个口味，也可以试试看哦。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来日本的第2天。昨天晚上 GU 买的衬衫马上用到了，超便宜的。原价1990日币，特价1490，等于一件大概才200多块台币，马上穿起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去招福猫的发源地豪德寺，推荐大家可以来搭世田谷地线，因为不只可以直接抵达豪德寺的附近，幸运的话还能够搭到超级可爱的招福猫电车。那它除了整台车身都是一只巨大的猫咪，那车内处处也都可以看到很多猫咪的小细节。所以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可爱的。那时刻表我放在资讯栏。那现在我们抵达豪德寺了，第一站要先赶快冲去买招福猫。但因为招福猫每一天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建议大家要早一点过来，因为它通常下午的时候就会全部售完。这个售付这里就是可以买的。那这一个机台呢是可以刷卡的。那如果这边排队排很多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到里面的柜台用现金购买。那它有非常多的大小，但是所有的人都规定只能买1只而已。现在早上10点40左右，这一个第2大只的已经售完了，剩下其他的尺寸。它的包装包得很好，我们买到2只招福猫。那仔细看也可以发现，招福猫举的是右手，而且手上没有拿金币，跟招财猫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它象征的是可以招来福气还有好运，而不是金钱。那这边还有一个很酷的现象，就是当大家心愿达成之后，会把招福猫放回来招福店这边还愿，所以这里就摆放了密密麻麻，而且大小不一的白色猫咪，就非常的疗愈，很可爱。而且我发现架子上很多人会把他们猫咪的图片夹在招福猫的中间，上千只招福猫，说明大家的心愿都有达成。现在中午12点多，我们来到吉祥寺要吃午餐。吉祥寺是多年来被票选为东京最想居住街区的前3名。吉祥寺这边啊，交通很方便，但又没有像东京那种很急迫的步调，所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要先来这边吃我们的拉面午餐。
今天点的是一个1号餐跟一个2号餐，看起来很好吃刚吃饱，这间拉面是瓦达，我觉得很好吃超级推的。因为它的拉面有一种香菇鸡汤的汤底味，然后面是属于适中偏硬一点点。那我觉得它的那个鸭肉真的是又薄又嫩，虽然说薄薄一片，但是吃起来真的是跟一般的拉面的叉烧不一样，完全不会踩，而且它的溏心蛋很好吃哦，超级软嫩，咬下去有点像是吹弹可破的感觉，里面那个半熟流心超赞。吃饱饭，我们在吉祥寺的街头随处乱逛。逛完街，我们穿过了街道，来到这个城市绿洲景之头恩寺公园。那这个景之头恩寺公园，它也是东京首座皇室四镇的公园。它除了是日本赏樱百选之一，湖面上一只天鹅船更是这里的招牌。还有一个神奇的都市传说，只要有踩过景之头恩寺公园天鹅船的情侣，最后都会分手。传说是因为这个湖畔供奉的辩才天女神，她会因为嫉妒情侣太甜蜜，然后就施加魔咒。但不过这反而让这里的天鹅船天天都大排长龙。我觉得可能实际上就是在踩那个天鹅船的时候太累了，所以吵到爱情的小船直接就翻了。那在这个公园非常舒服，东京夏天体感30几度，在景之头恩寺公园，微风这样子吹就很舒服。而且不只有公园的湖光山色，它里面也常有一个动物园，然后西侧也有著名的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所以你不管是想要来这边放空吹吹风，或者是想要寻找宫崎骏的童话世界，都可以在这个景之头恩寺公园完成。现在来到新宿，我们要逛这间 New Woman。一进来，它这里就有一间抹茶的 The Matcha Tokyo， 我们要买一个850日元的 Matcha Latte 抹茶拿铁，喝喝看 The Matcha Tokyo 的抹茶拿铁好不好喝？超好喝的哇！自从我们开始刷抹茶之后，我们就觉得外面的抹茶比较还好，但这一间真的很浓郁，而且我觉得甜度掌握的刚刚好，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有抹茶的苦涩感或者是太甜。推荐这间抹茶好喝。这边有很多刷抹茶的茶筅，还有器皿。刚刚我们想要的这个茶筅居然sold out，而且一个人只能买3个，但非常刚好，我们遇到有人在补货，然后直接问他们，哒啦，我们买到这个是日本制的哦。哇，那超漂亮的！我们决定要买一个这个5500日元的茶碗，它的包装也很漂亮哦。本日的战利品，漂亮的抹茶组。然后这间抹茶的对面就是蓝瓶咖啡，也是很多人。蓝瓶咖啡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马克杯，2750日币，大概500多块而已，蛮便宜的。我们决定买一个回去来装我们的抹茶。刚饮料杯喝完，不知道要丢哪里。突然一个百货公司的工作人员过来说要帮我丢，我觉得超贴心的。我还是第一次在日本的百货遇到有人主动要帮我丢垃圾。这间 New Woman 百货蛮好的。晚餐再度来到银座，要吃佐藤养助。这间也是吃乌龙面的，但不过它的乌龙面特色是细面，跟我们上次吃五代目花餐乌冬那种宽的不太一样。来试试看吧。我们现在在等朋友要一起吃饭。刚吃完佐藤养助，我觉得它的面体也是算蛮 Q 弹的。不过我个人是更爱上次吃到的花山乌冬，它那个宽面的口感又可以让 Q 弹的感觉再更浓厚一点。那这个是细面，我觉得它的 Q 度有，但是口感上就会比宽面再少一点点。那酱汁的选择呢，它就是固定的那2种。那花山乌冬是有比较多种可以选，但不过我觉得它的天妇罗算蛮好吃的，面衣薄薄脆脆的，吃进去就化掉。那炸虾也给蛮大一只，而且我们用餐时间来其实没有排到队。那花山乌冬用餐时间应该是要排非常多人的。我现在突袭朋友家，我第一次在日本开箱那个人家住的地方耶，这是一个小套房。我们一进来之后呢，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厨房。然后这边是洗澡的地方，洗澡的地方它这边蛮酷的，有做一个干湿分离。这边是厕所，是隔开的，
我觉得蛮好的，而且很干净。然后进来之后呢，就是少女的闺房，其实蛮大的耶。这是我们的屋主，这一整个空间超级温馨的，我觉得很赞，而且它还有微波炉跟冰箱。他说，因为日本的法规规定，你只要搬离租屋处，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清空，所以像洗衣机啊，还有大型的家电，通通都是跟日本租的。它这里离潮鸭站走路只要5分钟，搭2站就可以到池袋，我觉得地理位置算是很棒。大家猜猜看，这样子的空间1个月租金多少？公布答案，2万台币左右，2万块租到，大家觉得划算吗？房仲说这种大小的话，一般大概行情是可以租到3万块。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来到东京的第3天。那今天我们来到两津勘吉的出生地浅草。上一次我们去东武日光也是来浅草这边搭车，但当时时间比较赶，所以没有好好的逛。那来东京这么多次，今天我们终于要来朝圣浅草寺啦。从浅草地铁站走出来，马上就会来到这个雷门。那雷门中间这个巨大的红色灯笼，听说有700公斤重，超巨大的。所有人来这边一定都是先拍的。那穿过雷门，我的后方就是一条长达250公尺长的重建式商店街。那这条重建式商店街有数百年的历史。它虽然四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但街道依然保留着浓浓的江户风情，当然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旧东京的感觉。重建式商店街还有一个十字路口，这边这一个传法院通。也是一条有长达50年的商店街，但很可惜，因为一些土地纠纷，所以7月31号，它这边就要收掉了。我们趁它收掉之前，幸运看到它的最后一面。那走过长长的重建式商店街，在最后，我们就会来到浅草寺。那浅草寺是东京最古老的寺院，也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寺院之一。传说西元628年的时候，有2位渔夫，他们在于田川捕鱼的时候，意外打捞起一尊观音菩萨像。他们一直要把它放回河中，但是呢，就一直出现在渔网。那当地居民就把这样的现象视为一种神迹，于是建立这个浅草寺来供奉观音。那到现在已经有大概1400多年的历史。浅草寺雷门的正对面有一个浅草文化观光中心，在它的8楼有一个免费的观景台。我现在已经来到8楼的观景台，这边就可以从一个制高点俯瞰下面的重建式商店街，还有远方的浅草寺跟五重塔。而且重点是这里完全免费哦，所以推荐大家有来浅草，可以到这个观景台来从不一样的角度看浅草寺。这边还有告诉你地理位置，看出来，哇哦！漂亮。那在另一侧也可以看到晴空塔，这边很贴心，还有挖一个洞，可以让你把相机放在这边取景。前3天我们在东京市区，每天都是2万步起跳，那要常常用手机啊寻找一些景点资讯等等。那今天我们来到观光客多到满出来的浅草。大家都知道，来到这种一级战区，有时候记忆台都会被挤爆，常常拍一张照片要上传，都要跑圈圈跑很久。但是大家看看我的手机，现在一样是5G 满格，而且要查等等要去的餐厅也都是网络在线。因为我这次一样选择 DJB 的 eSIM，DJB eSIM 它是真正的网络吃到饱不降速，而且全球90%的国家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流量还有方案，更有24小时的真人客服。现在我来到超级多人的浅草寺，马上来实测一下网速给大家看看。好，那刚刚我测完了，这么多人的地方还有140 M 的网速，真的是超级顺畅。而且 DJB 在日本就对接了高达20条的专业线路，所以都不用怕讯号会不好。难得出国旅行，网路顺畅真的是最重要的。如果想跟我一样网络保持最佳状态，记得选择 DJB eSIM 哦。好，今天的午餐我们要来吃这一间店。听说它是浅草这边有名的早午餐饭团店，那看起来是蛮有文青风的哦。外观看起来跟一般传统日式的饭团店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坐的是2楼的位置。它的内容就是一个味噌汤，一个饭团，还有蛋跟小波。今天我们是点这个餐跟这个餐。刚吃完那一间味噌饭团店早午餐了，我觉得以排队名店来说的话，它给我感觉算比较中规中矩，就还不错吃而已，没有到说非常让我惊艳。如果它要排队的话，我可能就会 pass， 因为它一个套餐这样差不多快400块，我觉得稍微有点偏贵。
而且它的分量吃起来的话，就是算一般般，不会到说非常多。它最好吃是味噌汤里面的那个炖猪肉，非常软嫩，很好吃。里面蔬菜还算蛮多的，这个算有加分。那饭团的话，我觉得就中规中矩，还好，没有到说非常惊艳。吃完饭，我们看到餐厅附近有一间巨大 Kitty 店，来逛逛看。它这边扭蛋有长角的 Hello Kitty， 我们刚好有300块钱，来看看会转到什么。是哪一只？哇，是学生服的 Hello Kitty， 脚超长的。店小小一间，但人超级多，有很多可爱的3粒哦。逛到口很渴，我们来88凉夜社喝抹茶。这家是来自京都的品牌，主打手刷抹茶，强调现点现做的感官体验，也可以加点抹茶冰淇淋，还有其他配料。抹茶香很浓郁，但也多了一点苦涩感。整体我更爱清新口感的 The Matcha Tokyo。中午太热，我们搭计程车休息吹冷气，结果这几天唯一搭的一次Uber 啊，司机居然给我绕路。原本我们的路线是直接这样子过来就到，他还给我这样绕了一大圈。但好险我们是用 Uber 订，我们是可以在这边点击行程的费用审查，然后跟他说路线选择欠价，然后看我们原本被收了1700日元。然后退款退了811，真的非常夸张。大家来日本啊，记得要看一下司机有没有绕路，有的话记得到你们的 Uber 申诉，或许就可以退回一些钱哦。刚刚逛完浅草寺，我们现在又回到新宿来逛街，因为昨天觉得没逛够。那今天我们要去伊势丹百货那一边，听说有很多好逛的东西，而且持外国人的护照有95折的优惠。我们刚刚又到 New Woman 买昨天很喜欢喝的 The Matcha Tokyo， 真的还是这一间最好喝。晚餐我们要吃歌舞伎町这边的烧肉店。我们今天晚上选的这间烧肉店，我觉得气氛蛮不错的。它的桌距超大，而且我们有一个小包厢，所以呢，跟隔壁的完全是可以分开。我们想要怎么讲话、怎么拍都可以，就很有隐私感。我们今天点的，我们2个人吃1份石锅拌饭。那肉的话，我们有猪颈肉、鸡肉，还有五谷牛小排。那我们另外还有点了海鲜，1份用来包肉的蔬菜跟饮料。然后现在来吃它的五谷牛小排，厚度算一般，但是它的油花很漂亮，来吃吃看好不好吃。它的肉质是很软嫩的，而且我点的是薄盐，我觉得咸度刚刚好，不会说非常的死咸。我觉得它的石锅拌饭也蛮不错吃的，食碗的温度很够，所以说非常容易产生锅巴，吃起来就有很脆脆的口感，而且它的分量真的蛮大的，很适合2个人一起分食。猪颈肉算是偏比较油一点点啊，最好吃的我觉得是鸡肉跟它的石锅拌饭。吃完那间烧烤店超级饱，我们2个人吃了接近8000日元，一个人大概800块。不过吃到最后稍微觉得有比较油一点。吃饱饭，我们来饭店旁边的优多巴西逛街。这边有女生喜欢的离子夹，还有吹风机，还有相机、手机等等超多3C 用品，这里实在是太好逛了。各种机型还有镜头都有。Insta360的 Luna Ultra， 哇，瓦力，12倍变焦太香了，可以直接放这么大。隔壁就是 Pocket 4， 最近很红旅行用的国际电压版行动吹风机，含税42800，好像很可以买我们这可以退税10%，这样算起来才7000多，超便宜的大家早安，今天来日本第4天，我们要准备退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3天入住秋叶原华盛顿酒店的入住体验。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地理位置真的很好，在 JR 站还有东京地铁站的附近，走路只要1-2分钟就可以到捷运站，而且是双线的，所以我们要去哪里都非常方便。那一个晚上才2600多，一个人1300块，我觉得算非常便宜。它有 Dyson 吹风机是最大的优点。那缺点的部分就是它离铁路非常近，所以说晚上的时候呢，会听到一点微微的铁路声。但我们其实都蛮累的，都是秒睡，也没有中间被吵醒。那再来就是它房间，我们选的是比较便宜的房型，所以稍微走道小一点，那就是日本饭店的一般规格。
那现在我们来到东京车站，要准备搭新干线过去东京近郊位在长野的轻井泽。因为夏天的东京蛮热的，去轻井泽地势比较高，刚好可以避暑。那这次我们是买东京广域周游券，它是3天份的，那16000日币。那我们光是来回轻井泽就已经快回本。这3天也都可以免费搭 JR 系统的车，所以还蛮划算的。教大家怎么用 JR Pass 买新干线的票。我们要先点这个指定车票，然后把我们的 JR Pass 插入这里，2张都插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出发跟抵达的站，2张票乘坐新干线。那这边就可以选我们要的班次，然后确认，它也可以自己选择座位，点这2格确认，全部都点好之后呢，它就会发票了。那我们新干线的票就买好喽。我们搭了1个小时又6分钟的新干线，现在早上10点10分，我们已经到轻井泽啦。一出来就感受到轻井泽的凉意，哇，真的是跟东京有差哎，瞬间体感降了好几度。那现在我们要先去租自行车，今天要骑脚踏车游轻井泽。我们要租的是白马自行车，它就在轻井泽车站的对面而已。我们租1天是1500日币，如果你要一般车只要1000。然后他这边都有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然后还有不要去的地方，他还有附一个地图给我们。租好车前往第1站，好喜欢轻井泽，沿路都是这种满满的绿叶。那现在我们来到轻井泽的第1站云场池，因为云场池它的湖面是很平静，所以可以倒映出四周这种森林般的景色，所以又有天鹅湖的美称。那秋天来的话，它会是很漂亮的枫叶，漂亮。逛完云场池，我们现在来到轻井泽最热闹的一条街——旧银座通。这条街全长有750公尺长，从明治时代开始，这里就是轻井泽最繁华的区域。那因为轻井泽过去是很多国外传教士还有外交人士的避暑胜地，所以也保留了许多西洋文化的影响。那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特色咖啡厅、甜点店、伴手礼店，或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餐厅。来到轻井泽，我觉得这条街最能够感受这里轻松的氛围，因为不像东京那么匆匆忙忙，来这里真的可以放慢脚步，慢慢的享受悠哉的氛围。中午我们要来吃的是这一间咖啡厅。我们是点2个 A 套餐，包含了一个餐前沙拉、主食还有咖喱。我选的是羊肉咖喱，H 里选的是鸡肉咖喱。那主食的话，除了饭以外，还可以选择烤饼。那我觉得它的羊肉跟鸡肉咖喱都是很浓郁，而且有一种冰香料的香气，跟一般日式咖喱比起来，风味上又更加有层次。我很喜欢它的烤饼，它外面是烤到这样子，有一点炭香，然后硬硬脆脆的。但是里面是很蓬松，然后 Q 弹有嚼劲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是很丰富。然后再上它浓郁的咖喱酱，超好吃。而且他们的环境超级不像咖喱店，里面摆了很多杂货啊，还有一些小古董，算是有点田园风混合工业风的感觉，非常不像来到尼泊尔咖喱店。不说我应该会以为它是一间漂亮的咖啡厅。用餐环境超级棒，大推这一间。那轻井泽的下一站，我们来到十字教会。十字教会它是用石头还有玻璃打造而成的教堂。那我们现在要走过去的路上呢，就都是满满的石头，很像一条神秘小径。刚刚参观完十字教会，我去过世界各地这么多教堂，我觉得这个是我去过最特别的一个。它里面超漂亮的。那我觉得教堂里面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一走进去非常安静，它只会听到它的音响播放提琴的声音，而且它的那个座椅全部都是木头的，然后也可以闻到淡淡的木头香。我超喜欢里面的氛围的，很可惜里面不能拍照，推荐大家亲自来体验看看。
但因为也有很多人会在这边结婚，所以如果你刚好遇到婚礼包场的话，就不能进去，所以也是要凭一点小运气。那参观完十字教会，它旁边也有另外一个高原教会，也是很漂亮的，但是两个的风格不太一样。相较于十字教会，这个高原教会它里面是全木头的，所以木头香会更浓郁，但是呢，寓意就没有十字教会那么特别。那整体我会更喜欢十字教会。高原教会大家可以顺路过来看看。那刚刚参观完2座漂亮的教堂，现在我们来到附近的榆树街商店街。那这条商店街呢，它是以清景泽的日常生活为概念，打造了一个森林系的慢活商店街。那这个小商店街的规模没有很大，但是它比较精致，有一些漂亮的小店啊，还有咖啡店可以逛。大家可以在这边小逛一下，看有没有想要买的苹果汁啊，或者是一些果酱。一个头发乱糟糟，脸上还有死掉的虫。骑完脚踏车，现在来到今晚的饭店清景泽英迪格酒店。如果跟我们一样不是自驾的朋友，饭店有接驳车。它的大厅采用挑钩设计，而且一进来就有木头清香，中间有一个超巨大的柴烧火炉，所以就很有清景泽大自然的氛围。过来就有迎宾饮料，很好喝哦。办完 check in， 现在要走到房间，他们的回廊也好漂亮。现在我们进来房间，给大家 room tour 一下今晚的河景双床房，空间非常大，而且这一片大落地窗看出去就是森林。那这边有一个沙发，然后上面有几幅带有森林元素的画作。它的 mini bar 很可爱哦，上面这里还有一只小松鼠。胶囊咖啡机是1里的，有酒啊，还有各种饼干、糖果，这些是收费的。然后饮料的话也是算蛮齐全的，饮料有很多种。大家看看这道光从落地窗洒进来，超漂亮的。一出阳台，马上就能听到溪流的声音，看出去就是溪流，哇！我们直接是融入在大自然里，然后还有一些鸟叫啊、蝉鸣啊，我们简直就像是住在一座森林之中。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气密窗开一半就好。这个防虫网可以让外面凉凉的空气吹进来，而且同时可以听得到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又不用担心会有虫害。然后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白噪音，听起来就非常疗愈。那厕所的部分也蛮大的，是干湿分离的。马桶的部分完全不需要动手，然后浴缸独立的一间，超大的，有花洒。今天骑脚踏车太辛苦了，刚刚去 Lawson 直接爆买了3个5折的冻饭，然后1人1个小甜点，还有饮料跟等等的泡面小饮，开吃，超丰盛的。这边是他们的汤屋，我很喜欢他们汤屋跟健身房的空间，非常宁静而且很疗愈。那健身房不大，但应该是我干过算很有特色的。飞轮啊，还有划船机跟跑步机，都是采用木头的材质，非常特别。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来日本的第5天。现在我们来饭店吃早餐，它的早餐蛮丰盛的，包含日式跟西式。刚吃完早餐呢，我觉得早餐的部分算是很精致型的，它的种类就是一般般，但是它的精致度都比较高。像它的蛋料理，我就觉得超好吃。然后法式吐司我也觉得很好吃，软嫩，还有它特制现打的那个苹果汁也不错。那它另外还有户外的座位，就可以直接面对池塘，景色也还蛮好的，而且清景泽这边很舒服，风吹过来凉凉的都不会觉得热。我们刚刚饭店退房，现在我们搭接驳车回来车站这里，那旁边就是我们下一个日本的景点。清景泽王子购物广场不只有超大的亲子空间，还有宠物友善的公园，这边真的是超级漂亮的。我看好多人都带着他们的小狗狗来这边逛街。那因为这边非常大，所以呢柜位太多了。我刚刚去服务台拿了这一张地图，那后面呢也有一些美食，所以逛累了可以直接在这边用餐。
记得拿着护照到他们的案内所，可以额外得到1本 coupon。逛完 Outlet， 搭新干线回东京喽。经过东京车站，顺便来买好吃的草莓花束饼干。逛了一天，我们来银座的 Starbucks Reserve 喝饮料休息。它整栋有3层楼高。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地下室这间日本第2000家星巴克 Tivana， 它是一间茶饮专卖店。我们今天要点的是全日本唯一限定的 Ginza 石臼草莓抹茶慕斯茶，它是用传统石臼当场现磨的宇治抹茶。所以每日都是限量供应。抹茶慕斯搭配草莓酱跟鲜奶油，口感层次是很丰富，虽然很甜，但的确很好喝。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待在东京，决定再来吃我们最爱的美登利寿司。现在5点，我觉得非常夸张，我看到了非常夸张的现象，直接爆满，这是怎样啊？5点，这根本还没到用餐时间，怎么塞爆了？好扯哦！直接抽到100多号。非常夸张，直接挤爆。吃到晚餐已经等了2个小时，排队的时候觉得等了好久，还有点后悔，但吃到就觉得值得了，因为真的有够好吃的啦！吃饱饭，我们搭3手线转单轨电车去机场。市区的松滨町站搭到羽田，居然只要13分钟，超快的。我们今天要住在羽田机场里面，哇，走过来还有富士山呢。我们就是住这一间。给大家 room tour 今天在羽田机场的房间，走道蛮大的，然后房间的地板，这里有一大个空间，可以完全把29寸行李箱打开。房间床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小沙发，可以在这边休息。浴室就比较小一点，没有干湿分离。我们退房啦。我觉得住在羽田机场里面超爽的。我们12点40的飞机，我们现在睡到9点半才退房。那我们走出来，旁边就是一间 Lawson， 而且在这个羽田机场花园这边就可以吃得到五代目花山乌冬，还有我们之前去京都超喜欢的面屋幽光，好吃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吃到。我们入住的那一间饭店，它的特色是你泡汤的时候还可以看飞机起降，它是还有包含岩盘浴，但不便宜，一个人要价4800。然后我们入住，我记得好像看电视上面是写2500块钱。有便宜一些，但要价500块，我们就想说就算了。如果想要体验泡汤，然后一边看飞机起降的人，可以去体验看看，算是蛮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只要走这一条连通道，就可以直接通到羽田机场的第3航厦。而且我很喜欢这一条大走廊，它的周围都是大面的落地窗，还有很多可以休息的座位。然后这一侧就是都是店家。从羽田飞到松山的话，大部分都是在第3航厦。出关前推荐大家可以来到4楼这边的江户小路，这边非常有江户时代的氛围。它是用木造建筑，然后再搭配这一些日式红灯笼，超像来到以前的旧日本。然后这边也是有很多的免税店跟纪念品店，我们可以来做最后的采买。这边也有 Bure Maries。上次吃到觉得也不错吃，也有 Tokyo Banana、Royce 生巧克力，还有这个蛋卷也是蛮好吃的，煎贝饼干，我们刚好买5400日元，最晚税5000。那也有一些好吃的美食，像上次我们去人行町，很可惜没有吃到的金饭，而且我们到了5楼展望台，就可以直接看到飞机起降，这边视野真的超级好的，喜欢看飞机的人很推荐哦。也有各家航空的飞机模型，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复刻版的日本桥，是用1/2比例大小制作而成的哦，还可以俯瞰下面的报到柜台，可以走在这上面，感受浓浓的旧日本味道。我们今天很幸运呢，居然搭到波音787之时星空联盟的黑白涂装彩绘机。我飞了那么多次，只搭过2次这台飞机。那以上就是这一次东京之旅的影片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安排。那我非常喜欢这一次我们安排的近郊行程。通常呢，在近郊我们都只会待1天，当日来回。那这一次我们在清景泽住了1晚，我觉得就是更 chill、更放松。而且清景泽这边比较凉爽，真的是个很好的避暑胜地。那我把行程表全部都整理好，只要你在底下留言最想去的景点或者是最想吃的美食，截图到我的 IG 私讯我清景泽，我就会把行程表传给你。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喽，拜拜。